阿米达，自从你离开了以后啊，义父这心里啊是日日担忧啊。现在好了，你回来了，我这颗心呐也就踏实。你要答应义父，再可不敢走这么远的地方，啊？放心吧，义父，我这次回来也不打算再走了。蓝月呢？我怎么会为难一个下人？放了。何思学，请二位尊者移驾吧。府内准备了几个珍馐小菜，给二位接风洗尘。嘿，是。听说二位尊者要来，道侣相迎。相信二位尊者已经看到何刺史这澎湃的热情，立志转运事宜，咱们边吃边聊。今年隆冬大旱，圣人颁下了支度诏，命文武百官节省公用开支。圣人体恤民情，做天下表率，连华清池的修建都给停了。如此华而不实的应酬，会不会折损了圣人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呢？于都使严重了。岭南依山傍水，多鱼多蟹，这海鲜比稻米都便宜，还真的就是一些岭南特色的家常小菜而已。何刺史身为父母官，招待好二位尊者，就是为圣人分忧，圣人又怎会怪罪？哎呀，何刺史，你莫怪某，某呢？就是一个急性子，一想到贵妃诞辰在即，我心里想，首先要把荔枝转运的事情办好、办稳、办成功，这是自然的。哎呀，是啊，某啊，既为都使，是要给李大使做好服务工作的。李大使，你若有什么要求，不如现在提啊。那我就直说了呀，6月初1马上就要到了，5月19日必须出发。还请刺史召集各位官吏，提早安排。何刺史，你觉得呢？对呀，是景武本等人呢。都听好了，即日起，岭南大小官吏听李大使调遣。对了，阿米塔是右相钦点的湖商代表，不知阿米塔此行有何打算呢？于主事，阿米塔是我的义女。一直是在为我做事。我久居岭南，每年除了要按时把足够的赋税交予朝廷，总是扪心自问呢，是不是可以再多做一些？生怕辜负了圣人和右相对岭南的信任，所以我才让阿米塔应了这个差事。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竭心竭力。可以鼎力相助，励志转运呐。是啊，义父他一直说想以湖商商会的名义资助转运，为圣人分忧，为贵妃添喜。哦，那么便要问一问了，这湖商商会资助的钱是投呢，还是赠啊？
胡商商会这些年在唐土承蒙圣恩，这钱自然是赠的。如此甚好啊！哎呀，某啊，没想到胡商商会如此阔绰，这荔枝转运之事，何此事？你是既出钱又出力，某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何刺史见谅，两位大使连日奔波，有些乏了，不如改日再叙。于都使啊，这饭当真不吃了。不必了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闲置的小院儿，于都使到那儿下榻，早早歇息。某自有安排。李大使，不如你去住啊。我回驿站住，驿站我住的熟悉。义父，右相差我协助李大使，许我事必躬亲，我便与李大使同住驿站了。好。那于都使，何此事？告辞了。告辞。这个于承恩呀，就是个上有别呀。你看他这个能装啊，把自己搞得廉洁奉公，一代清流。这2日，若是刺史府来人，无论什么东西，都不要收。明白，蝇头小利不屑一顾，咱们等着大鱼上钩。这次，某不钓鱼了，某要活生生的吞了他。还有那个李善德，都敢在我面前摆官架子。阿米塔一个劲儿的挖坑让我掏钱，这岭南是老子的地盘，还反了他们了。哎，老赵，你记住，既然他们给脸不要脸，那他们运他们的荔枝，我做我的刺史，谁也别烦谁。今日我见他对于都使毕恭毕敬的，为何要吃了他？一桩旧事，不提也罢。阿米塔、李善德倒是扑腾不出什么花来，可那个于常侍不容小觑。今日这一出廉洁的戏码，肯定是演给李善德看的。你没听阿米塔故意说商会捐款，那就是在提醒于常侍，商会资金雄厚啊，宦官都是小心眼儿。咱们要是喂不饱这上有鳖，他把这个债记在心里，将来在右相跟前乱说些什么，对咱们可是得不偿失啊。可他毕竟是高州刺史，这些年又一直在替右相办事，若是真吃了他，如何跟右相交代？他在岭南当了那么多年土皇帝，想去找一些把柄，还不容易吗？烦死了！我是真想把他们都扔江里喂鱼去。他们住哪儿了？城西的一处院子，比咱们给他准备的还要好。看来这胃口不小啊！老赵，你可要切记啊，千万不能让他们觉得岭南是块肥肉啊！这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我怎么去跟右相哭穷啊？那咱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某今日发现阿米塔和何有光之间有些微妙，你去打探一下，看看这一夫一女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回来了。姐夫，哎，回来了！你回来了！我回来了。秀好吗？秀长高了吗？秀长胖了吗？他有没有想我？你说你这一气儿这么多问题，长高了，也想你。哎呀，这回荔枝啊，能准时能赶上贵妃的寿宴，这秀不用当官了。哎，我还听说你要到了右相的银牌啊！你这儿呢，这睡觉都得拴身上。哦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回回长安呢，我最没想到的是顺顺利利能见到右相。你世人都说这个右相跋扈，但现在也只有他能压得住何有光，能让荔枝顺利转运。听说你找右相要了个人哦，于常是。哎，我举荐的，你说人多帮我，我这办起事情来，我离成功更近呐，是不是？你离成功近了，我离死就不远了。我以右相使者的身份在岭南生活了那么长时间，如履薄冰，步步小心，我苟活到现在。前段时间我在空浪峰碰见了赵新民，差点就把我身份查出来，我还庆幸没有人指认我。你可倒好，一步到位，你从长安带右相的人到岭南来指认我来呀！不是我没想到这一层吧？我回长安我就忙荔枝的事儿，我焦头烂额，我没想到这层，没想到。你去死吧！你没想到这层你回一趟长安，是非黑白你都分不清了。于常是谁？是右相的狗腿子。你也是他狗腿子吗？我不是狗腿子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说我接个死差，我回到长安，我办这个事儿，谁也不帮我，那我只能找右相吗？他好使。我告诉你，李善德，谁跟右相搭边都得死。我要扳倒右相。行，咱不说这个了，行，不吵了，咱我给你带胡饼了，来，不吵啊。我一个胡饼就能打发我吗？不是，我没想到这层啊。一兜才行。我要扳倒右相，记住了。哎呦，来看，李大使此番赴长安，原以为会历尽艰辛，没想到归来却是五彩缤纷啊！我是光看到贼吃，没看到贼挨打。白苏了，你怎么在荔枝啊？听说你打道回府，一早我便去驿站等候。没想到人去屋空，只好到这里守株待兔了。我昨日回来呀，我就忙了，这不像个样。5月19日不要开拔吗？时间紧，任务重。我刚才还跟20多个官吏交代人员调动的问题。阿斗啊，一会儿啊，他们可能会派人来帮忙。啊，他们来的时候，这个如何批枝，如何护果，如何取竹，如何装梦，这些细节你得跟他们交代好。那些官吏怎么会听我的？哎，即日起，你的荔枝园啊，就正式为御用荔枝园了。你是给圣人办事的，谁敢不听你的？苏老，我就说吧，狗不会忘的。骂人呢？骂人呢？你们不是常说狗富贵了，也不会忘记主人吗？狗富贵勿相忘。勿相忘。不过大师，你还是忘了小老的一个提醒。听说你让阿米塔做了我们湖上的代表。是这样。这个阿米塔跟何有光不出了那档子事儿吗？所以呢，我就在右相面前求了这个身份，为了保护他。但是人家阿米塔，让我也转告您，他说呀，他这个虚名，他就是个虚名，啊，他呢，拿现在长安的话讲，他不负责荔枝这个生意的具体操办，啊，这里边的事儿还是由您负责，啊。此前啊，阿米塔从未与你共苦，如今你却要与他同甘。
哎，大师的善良无以复加，小老无言以对，无地自容。自从大师来到岭南，小老便与大师相依为命。但愿来日我们能比翼双飞，勾肩搭背，一同将新鲜的荔枝运往长安。还有苏老啊，这回呢跟我一起回来的，有个内廷的于常侍。于常侍，对，现在应该叫于都使了。于都使，对啊。他以前在长安呢，就负责这个物品的转运呐，跟采买很有经验。所以你有什么想法呢？具体的你可以跟他商量。好，不过小老还是心有余悸。啊，天晴还要防阴雨嘛。那个荔枝转运、沿途商务都由小老经营，这些于都使可曾知晓？知晓。我在路上，我跟他说的明明白白啊，他还夸您说您呢是行业翘楚，大唐之有朋。哎呀，看来，于都使也是一只好狗。但愿我们大家都是好狗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大师，你说要给我们带长安的家酿呢？没有忘啊，真没有忘。但是在长安呢，我这是日夜忙差事儿啊，而且这路途遥远，我怕带来坏掉了。就交代给你一件事儿，你还给忘了。你这记性还不如班雀呢。但是我在驿站给大家备了葡萄酒。哟哦，一会儿我去拿来啊，再叫上阿丽啊，咱们一起无限畅饮。无限畅饮，这也是长安的词儿。我真准备了葡萄酒啊！阿丽怎么了？那日你出发后不久，刺史府的人就来荔枝园问你的下落。后来有东人看到杨校尉在追阿丽。阿丽跑向了西京道的方向。阿丽是替我引开追兵的。你说，我就运个小小的荔枝，刺史府对我痛下杀手。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他的尸体。后来在山中发现了他的鞋子和一些古尸，应该是跑死在了路上。死后又被山中的野兽分食了。我始为奴仆，几十数功勋。阿丽啊，我一定争取把荔枝运到长安，让你九泉之下可以瞑目。给于都使的礼都送过去了吗？哎，已经遣人送过去了。特意挑了一盒上等的南珠，可可还原。昨夜啊，我是梦魇缠身，今天早晨眼皮子又乱跳。此事放心，
我特意叮嘱下人先送礼单，再将礼物送到左近，让他们自己拿回去。这送礼的至高境界就是送的隐秘低调，收的无后顾之忧啊！好，哎呀，我这鸡宝，滚，真漂亮！回纥子是说，于都使他拒了礼单啊！这什么玩意儿？你个没用的东西，没用的玩意儿，怎么回事？收起来，去！哎，这真是老赵，脸疼不？还有，你还要点脸不？他这些年，你每次信心满满的时候，我都惊恐万丈；每次你跟我说放心的时候，我这心都在嗓子眼上。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？连个礼你都送不出去啊！这他们有点没意思。这个搞什么欲擒故纵？你是还在想让咱们去三顾茅庐是怎么着？这没这么简单。你还记得吗？这个于都使见我第一面说什么？说我是海里的蛟龙啊，浪里蛟是我在道上的魂名。他怎么知道的？此事雷同，纯属巧合。还有，他跟我说什么？要跟我叙叙旧，说的阴柔毒辣呀，那语气，我现在想起来，他是不是另有所指啊？此事多虑了，宦官都阴柔，他就怕宦官，他们一旦断了那个念想，就剩下贪了。而他明明是个少牛鳖，他为什么不贪呢？到了我这岭南给他送礼，他不要。我这心里不踏实啊。某倒是想起一人来，能帮咱解了这困局。